大家好，我是大熊。2025年9月20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郊的拉马坦萨发生了一起举国震惊的惨案。时年20岁的布伦达，同样20岁的莫雷纳以及年仅15岁的劳拉惨遭当地犯罪组织残忍杀害。他们的死不仅仅是个人悲剧，更揭示了阿根廷社会对边缘群体的复杂态度。有人愤怒抗议，有人选择冷漠，甚至还有人冷酷地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那么这起案件为何会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从案发地拉马坦萨的复杂背景说起。拉马坦萨是典型的阿根廷都市边缘地带，这里的贫困率逼近一半，是社会结构最脆弱的腹地。居民们在破败的街区中挣扎求生，失业、缺乏教育机会和公共服务，使得许多年轻人陷入困境，几乎看不到未来的出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犯罪势力不断滋生，逐渐取代了本应属于官方的权威，成为当地事实上的制度制定者。他们控制着街头巷尾，掌握着信息流动，甚至可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对于许多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来说，加入这些组织或者替他们贩卖违禁品，成为一种无奈的生存选择。时间回到9月19日晚上7点30分，也就是事发的前几个小时，布伦达从家中出发，前往了表妹或者表姐莫雷娜的住处。两人坐在狭小的房间里，低声交谈着外人难以理解的黑话，内容大致设计一项今晚的赚钱计划。根据知情者透露，布伦达和莫雷纳经常在夜间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洛雷斯地区，那是一个夜生活丰富、违禁品交易频繁的活跃地带。他们很可能从那里从事一些边缘工作，比如出卖身体或者贩卖违禁品。不久后，他们共同的朋友劳拉也赶了过来。原本三人打算像往常一样前往弗洛雷斯地区，但很快计划发生变化。一位神秘人突然向他们其中一人发出了所谓的工作邀约，对方表示将会派人接他们前往某个派对地点助兴，并且许诺支付每人300美元的报酬。要知道，在拉马坦萨，普通人的月收入还不到600美元，300美元几乎相当于半个月的工资，这样的诱惑足以让他们瞬间放下所有戒心。根据监控画面显示，当晚9点30分，三人一同出现在拉塔布拉达的一个环形交叉路口。画面清晰可见，他们一起坐进了一辆白色雪佛兰汽车，汽车的车窗微微摇下，露出了女孩们略带兴奋的脸庞。他们似乎对即将到来的派对充满期待，却不知道这辆车将会把他们带向死亡。随着夜色渐深，不祥的迹象开始显现。次日凌晨1点左右，发给莫雷纳的消息开始显示未送达，布伦达和劳拉的手机也同样失去了踪迹。三人的通讯突然切断，仿佛他们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一般。这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依赖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中，是一个明显的报警信号。当家人在周六早上注意到他们的手机已经全部关机时，担忧迅速升级为恐慌。布伦达的母亲第一个注意到女儿没有回家，她尝试拨打了无数次电话，却只听到冰冷的关机提示。而莫雷纳和劳拉的母亲也开始四处打听女儿们的下落。很快，一无所获的家属们向警局报案，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就此展开。邻居、志愿者和媒体迅速加入，失踪海报贴满了拉马坦萨的街头巷尾。这不仅仅是一起失踪案，它触动了整个社区对女性安全的担忧。警方介入后，首先对监控拍摄的汽车车牌进行了查验，结果显示车牌属于一辆早已报废的汽车，这表明犯罪分子早有预谋，故意使用了假牌照规避追踪。警方通过交叉比对周边的路口监控，进一步确认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他从拉马坦萨出发，沿着南行方向驶去，最终消失在了通往佛罗伦西奥瓦雷拉方向的道路上。根据莫雷纳的社交媒体显示，当晚11点左右，他在 Instagram 上分享了最后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白色雪佛兰汽车内部拍摄的，画面中清晰可见2个用于装饰的钥匙扣，一个是星球大战中的尤达宝宝，另一个则是马里奥游戏中的路易吉。
据知情者透露，这两个钥匙扣上还插着修剪指甲的工具。布伦达和莫雷纳经常使用上面的工具吸食一种当地非常流行的合成违禁品。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他们当晚参与的活动伴随着违禁品，后来也成为了本案的关键证据。在接下来的4天里，警方通过技术手段追踪了布伦达、莫雷纳和劳拉手机的最后信号位置。通过整合比对，他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佛罗伦西奥瓦雷拉地区的一栋偏僻住宅。这栋房屋位于瓦特奥内社区的哈查尔河街与查尼亚尔街的交汇处，一个远离市区杂草丛生的地方，周围是典型的贫民窟，道路泥泞，电力不稳，这为犯罪提供了完美的掩护。9月24日凌晨，布宜诺斯艾利斯警方对这处房屋进行了突袭搜查，特警队员破门而入，手持武器和手电，迅速控制了现场。当时房子里共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18岁的安德烈斯·帕拉和28岁的马加利·冈萨雷斯。警方在破门而入时，两人正手忙脚乱地清理地板和墙面上的血迹，整个房子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学味和腐烂的恶臭，显然这里曾发生过一起惨绝人寰的暴行。然而真正恐怖的是房子的后院，警方发现了一个被碎石和瓦砾掩盖的土坑，里面埋藏着布伦达、莫雷纳和劳拉残缺不全的尸体。挖掘工作持续了数个小时，警官们戴着口罩，忍着恶臭，小心翼翼地提取证据。现场宛如一处秘密的乱葬岗，震惊了整个阿根廷社会。法医报告详细记录了3人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报告指出，布伦达、莫雷纳和劳拉是在失踪的第2天被杀害的，且生前全部遭受了酷刑和侵犯。法医根据尸体上的伤口判断，整个施暴过程至少持续了3到4个小时。如此残忍的手段往往与犯罪组织有关，其目的不仅是惩罚受害者，更在于制造恐惧，震慑他人。在距离房子约100米的地方，那辆被监控拍到的白色雪佛兰汽车也被找到。当时这辆车已经被人故意点燃，潜在的证据也被大火烧毁。显然有人正在暗中关注警方的调查，并且试图抹除一切可能被追查的证据。尽管如此，本案仍然取得了关键性突破。警方很快确认这起案件主要与当地的一个犯罪组织有关，起因是3名受害者中有人被指偷到了该组织的违禁品，因而遭到组织头目策划的报复。也就是说，布伦达、莫雷纳和劳拉中只有1人招惹了犯罪组织，其余2人则被当成犯罪同伙，同样遭到了极端残忍的报复。虽然警方尚未披露这一消息的具体来源，也没有公开到底是谁被指偷到了犯罪组织的违禁品，但据警方在发布会上所说，实施暴行的犯罪团伙与当地一个秘鲁帮派有关，头目是一名23岁的男子，绰号小 J， 真实姓名是托尼·巴尔韦德。他被指控是下令实施这起恐怖惩罚的策划者。此外，警方还在发布会中透露了另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那就是犯罪团伙全程直播了整个作案经过。据称是在私人的 Instagram 群组中，当时大约有40人在线观看了这场暴行。据警方描述，小 J 在直播中曾指着受害者说道，这就是偷我违禁品的下场。警方认为这是他用来训诫手下建立权威的方式。不过，随后接手此案的凶案检察官卡洛斯·阿里巴斯对此说法保持了审慎态度。他在公开声明中指出，目前在案件卷宗中尚未获得任何视频、截图或者证词来证明这一直播暴行的说法。尽管如此，检察官强调，无论是否直播，这起案件已经被省长阿克塞尔·基希洛夫定性为有计划的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随着犯罪现场的确认和动机的明确，警方的注意力转向了追捕嫌疑人和固定证据。在突击搜查的当天，警方首先逮捕了4名与本案有关的嫌疑人，他们分别是之前提到的马加利·冈萨雷斯和安德烈斯·帕拉，2人涉嫌参与清理犯罪现场，被控犯有严重情节的掩盖罪。另外2名是伊阿拉·伊瓦拉和米格尔·安赫尔，他们涉嫌参与谋杀，被控犯有加重情节的谋杀罪。9月26日，另一名嫌疑人阿里尔·吉梅内斯也被逮捕，他涉嫌参与处理尸体，同样被控犯有加重情节的掩盖罪。
5人被捕后，警方从他们的手机中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原来当晚去接布伦达、莫雷纳和劳拉的并不只是那辆白色的雪佛兰，还有一辆大众福克斯作为保障车辆。这辆福克斯的驾驶员被确认为29岁的维克多·索塔库罗，他拥有秘鲁和阿根廷双重国籍，与小 J 领导的犯罪组织存在密切联系。警方通过调阅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记录和城市监控录像，重构了维克多·索塔库罗在案发那天的行踪。记录显示，他所驾驶的大众福克斯在晚上9点02分通过了阿尔贝蒂收费站，随后在9点10分经过南码头收费站，并在凌晨12点48分再次穿过南码头收费站。这些时间点和路径与那辆白色雪佛兰汽车高度吻合，证明他确实参与了护送任务。9月28日，警方在国家安全部的合作下，于玻利维亚边境的一家廉价旅馆内，将试图逃离阿根廷的维克多·索塔库罗逮捕归案。维克多·索塔库罗在被逮捕后声称，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受到了死亡威胁。他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卷入了帮派纠纷。但在他被捕时，警方注意到他的双手有新鲜的伤痕和淤青。检察官因此立即要求进行指甲下拭子采样，以确认他的指甲下是否残留着受害者的 DNA。这项测试后来成为法庭上的关键证据。9月29日，也就是维克多·索塔库罗被捕的一天后，他的侄女弗洛伦西亚·伊瓦涅斯主动来到警局投案自首。据消息透露，他在本案中承担了联络人的角色，并且在事发那晚与叔叔一同参与了护送行动。截至目前，这起案件已经有7名嫌疑人被拘留，包括4名现场相关人员、2名辅助车辆司机及亲属，以及1名负责掩埋尸体的共犯。然而，主犯小 J 和他的助手奥索里奥仍然在逃。安全部长阿隆索曾表示，除了他们2人，还有其他4名嫌疑人在逃，可能涉及帮派的更高层。警方已经发布全球通缉令，并与秘鲁和玻利维亚当局合作。所有被捕的嫌疑人均面临极其严重的指控，罪名涵盖2人或多人有预谋的犯案、施加酷刑、蓄意谋杀，并基于性别暴力等情节。根据阿根廷刑法，这种罪行最高刑期可达35年监禁，甚至终身监禁。惨案引发了全国的愤怒，尤其是在拉马坦萨这样的贫困社区。布伦达的母亲在一次街头采访中泪流满面地说道：“他们从我身边夺走了我的女儿，她还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她的孩子现在该怎么办？”这句话触动了无数人的内心。莫雷纳和布伦达的家人在拉马塔萨再次举行了抗议活动，封锁了主要道路，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布伦达的父亲莱奥内表达了对司法系统的深深不信任。他公开表示，如果警察和司法系统找不到凶手，他会亲自找到他。Porque no puede ser que en algún poder judicial figure el nombre de este personaje, ¿entendés? Porque es un nombre ficticio. ¿De dónde lo sacaron ese nombre? Quiero que me den explicaciones de dónde sacaron ese nombre. ¿Te referís a Pequeño J? Exactamente. No estás muy convencido de que él sea el cabecilla. No, me crié en La Matanza, ¿entendés? Entonces, ¿y para vos qué pasa? Y para mí están encubriendo algo. Esto es un encubrimiento bárbaro. Para mí, Para mí. Capaz que otra familia puede pensar otra cosa. Porque no sé cómo entenderse manejar, pero para mí no. Pero bueno. ¿Estás enojado con la política? Con la política y con la gente que hizo esto. Estoy muy enojado con esa gente. Porque sé que yo lo voy a encontrar. No lo va a encontrar la policía, no lo va a encontrar la justicia. Porque me van a querer poner cualquier perejil que a los 2 o 3 años van a salir. ¿Entendés? Como pasa en muchos casos, ¿entendés? Pero ellos se pensaron que se metían con una persona que era tranquila y pacífica. Yo vengo del mundo mismo de eso, ¿entendés? Y no me da vergüenza decirlo porque me recapacité y me reinserté solo hace 7 años que no toco nada. ¿Entendés? Salgo a vender a las provincias, con eso me gano el mango. Y bueno, pero
sé con quién juego y con quién me estoy metiendo。目前案件仍在调查阶段。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见。